这是狒狒和文涛此次旅行的最后一个视频。我们从陕西西安出发，途经了青海的察卡、勐崖，之后又在南疆沙漠边缘的城市中环游，并且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2条沙漠公路，游历了南疆重镇喀什、和田等地，绕着沙漠走了一圈之后，最终到达了中国和阿富汗交界的塔县等区域，而后折返向西，探访了中国西极乌恰，最终再次穿越独库公路到达天山以北，在北疆探访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塔城。原本我们还打算继续阿勒泰的旅程，但是因为一些突发状况没有办法继续行程，只能连续3天行驶了3000公里返回家中。感谢大家几个月的陪伴，陪着我们看过了南疆的美景和人文。北疆之行还有很多的遗憾，希望下次有机会弥补。这个视频就讲讲我们此次新疆之行最后一程的故事。今天我们在旅途中看到了中国唯一通往北冰洋的河流鄂尔齐斯河。上次见到鄂尔齐斯河还是在新疆的阿勒泰，那里是它的上游，水量不大。这次看到它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河水比之前宽广了许多。由于鄂尔齐斯河的水源大都来源于冰川融水，河水的颜色呈现出梦幻的冰蓝色。流出中国后，它又流过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最终汇入了北冰洋。经过了鄂尔齐斯河，因为一些意外状况，我们之后的旅行计划全部取消，而后在新疆北屯住宿。结果我们又遭遇了交通事故，之后长途跋涉3000公里返回家中。大家好，我是狒狒。今天呢，我们计划从吉木乃县沿着我们国家的这条边境公路国道219去下一个边境县城，叫做哈巴河县。那现在呢，我们就在219国道上，这会儿我们路过了219国道的一块路碑，这里是316公里处。大家知道哈，目前的219国道是我们国家里程最长的一条，它的里程是达到了1万多公里，也是我们国家首条超过1万公里的国家级的这个国道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316公里处，是比较靠近起点的。那219国道它的起点就是在我们即将到的那个喀纳斯那边，布尔津的喀纳斯景区那边，而它的终点呢是在广西的东兴。超级长，虽然它跨的省不算特别多哈，从北到南依次是新疆、西藏、云南和广西，但因为这些省份面积都超级大，所以这条路很长很长。虽然呢，我们没有全程沿着219国道一直走，但我们差不多也是顺这个方向哈，把这条边境公路沿途的风光全部都看遍了。那大家记得我们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大概是6月份的时候吧，我们在广西东兴，当时是在这个国道219的1万公里处，我们在那里还拍摄了。那现在我们一路沿着这个公路哈，去年我们是走了广西、云南和西藏段，那今年我们重点走的是新疆段。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到了219国道的起点了，但是很遗憾的是，219国道的0公里处我们好像是进不去，因为那个在景区里面，不在这条国道上。反正新疆这边就是他把那个景区把国道整个划进去了。反正呢，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的无限的接近起点了哈，310公里处。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走过，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但对我们来说，这条1万公里级的国道已经被我们从头走到尾，或者从尾走到头了已经。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已经无限的靠近了边境啊，这边确实比较偏远。路上一个车都没有，我们今天过来的时候只看到了几个拉货的卡车，轿车呢这种家用车就我们自己一辆。大家看这边的风光超级漂亮。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呢有点冷，早晚非常冷，但这会儿中午出来了，我们在车里太阳一晒还有点热。现在这个草呢有点发黄了哈，但是因为今天这个天空很漂亮，云层也比较低，所以很有那种波澜壮阔。怎么去讲呢？就是很辽阔，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到了这边之后啊，这个219国道不再像西藏和云南那个山区那种弯弯绕绕的，这边的219国道是完全就是一片坦途，超级漂亮。有点挡我们的道啊。我们现在在去往哈巴河县的路上，全是牛。
阿勒泰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片牧区哈，牧场超多，这边还有很多就是之前的那个国营牧场。我的天哪，好臭啊！好臭呀！而且这牛好多呀。对，行走的那个什么牛肉干是吗？对，而且现在这边变成沙化的土地了哈。对，就我们刚才从吉姆乃出来的时候，草还挺绿的，走着走着草越来越少，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了，已经变成这种干草了。对。我们现在已经开车来到了国道219的280公里处，这个位置呢已经进入了哈巴河县的管辖范围。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们邂逅了一条美丽的河流，叫做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呢，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条汇入北冰洋的河流。我身后就是219国道，那额尔齐斯河呢，在相反的方向，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绿油油的那个就是河谷地带？那现在呢，我们就往河那边去走一走，到河边去看一下哈。我现在已经走到了额尔齐斯河的河边了，可以看到哈，这边的水量还是相当大的。但其实这个位置只是额尔齐斯河的上游，因为额尔齐斯河是发源于我们国家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阿尔泰山山脉，就是它山上那个冰雪融水来形成的源头。那在富蕴县发源之后哈，额尔齐斯河是一路沿着阿尔泰山的南路向西北方向流去，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哈巴河县境内哈，这里已经是额尔齐斯河在中国所流经的最后一个县了。那我们再向那个方向看去哈，在西北方向我们国境线那个方向，额尔齐斯河呢就是从这里流出了中国的境内，进入了下一个国家，叫做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呢，它是汇入了一个湖泊哈，叫斋桑坡。那现在斋桑坡已经改名字叫一个水库了。那从水库又流出来之后呢，额尔齐斯河继续的向前进入了另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在俄罗斯呢，额尔齐斯河汇入了一条更大的河流，叫做俄毕河。那俄毕河在俄罗斯也是相当著名的，水量非常大的一条河流。那在俄罗斯继续一路向北，最终是汇入了北冰洋。这条河流也是一条非常著名的国际河流哈，它的长度达到了4200多公里，真的是非常长了。所以说呢，额尔齐斯河真的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条汇入北冰洋的河流，因为它是出境后一路向北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大家看这个河水啊，水量真是非常大。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距离富蕴县也就有个200-300公里吧，就是它的源头发源过来就一点点。真的，在它全长4200多公里中，这真的是上游的上游了，非常的就是离源头很近。但是这里的水流已经相当大了，我们看这个河面哈，在这个位置应该已经是我目测应该在个80到100米了这个宽度。那再往下面哈，刚才呢我们航拍器升起看了一下，那边那个河面更宽，有个200多米了已经。所以额尔齐斯河哈，这个水量真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知道一个很著名的石油城市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因为之前比较缺水嘛，它城市的生活用水还有开采石油所需要的工业用水都是比较困难的。克拉玛依也是修了一条人工河，叫做克拉玛依河，从额尔齐斯河取水的，才保证了现在克拉玛依整个城市的生活和工业用水，也造就了一座非常著名的石油城。我们从小就看过好多关于额尔齐斯河的介绍哈。对。以前总觉得是很小的河，但你站在这儿看的话，其实它跟长江啊，包括黄河上游差不多的水量哈。我觉得甚至比青海那边的三江源水还要大。对对对，我们在青海段、甘肃段见过好多的长江、黄河哈，还有长江。对，像那个沱沱河啊、通天河啊，上游其实有些就比较小。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看这个额尔齐斯河，它的从源头发源过来之后，一直都是一条比较完整的河流。是的。而我们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有很多那种分叉的小河汇进去，所以你单看其中的一个源头，就感觉河比较小，但水量肯定也是不小的。
现在我感觉河边这个小风吹着就贼爽啊！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那个吉木乃县过来的嘛，吉木乃县刚出来的时候是有那个两侧都是草原，特别漂亮的。走着走着吧，就变成了这种沙漠了，沙丘了，算是啊。然后两侧时不时的还要间隔着那个沙丘。对。等到这个位置了，我们突然就发现，哎，那个公路下面怎么一片绿色？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它路边没有任何指示牌告诉我们这边是河流。对。我们就拿航拍器看了一下，发现哇，这就是著名的鄂尔齐斯河了。我们竟然在哈巴河县鄂尔齐斯河在中国流经的最后一个县这里邂逅了它，很震撼这里。对。而且鄂尔齐斯河它这个水量真的很厉害，它旁边就是沙丘，但在鄂尔齐斯河的旁边，你看这树木感觉像一个小森林一样，特别的茂盛。对，包括两边这光秃秃的山上，这全长的是树。哇！其实呢，鄂尔齐斯河就是不仅仅它那个水的流量比较大它因为从阿尔泰山发源过来之后，一路上这个落差也比较大，它蕴藏的这个水能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哎呀！太漂亮了！我们之前只在富蕴县见过鄂尔齐斯河的上游，还有那个布尔津县对，那边的河比这个好像小一点。是，但是因为那边有落差嘛，水比较急。但是我们看这片河就超级平缓。对。在北屯这边一个检查站吧，排队呢，然后车被追尾。哪儿啊？没有。哪儿追尾了？啊，这边是吧？坑你看漆破了吗？对。没有。它这个就是直接那个啥，它螺丝给怼了。对，就这儿吧。你看上面这又有刮痕，看见没？都是一起刮的。好。这些好像不是。好的。我也看不懂，这边又有划过的痕迹，你看。好，再见啊。看。不是那个，就是这一个刺了。对。没有了。好，再见。这边一个撞痕对，然后这边，对，划了一片。应该就这一个坑吧？这边不是吧？这边是老伤啊，你自己看，这边是老伤。这是老伤，这怎么可能是老伤，哥们儿？你觉得这可能是老伤？这你撞了一下撞裂，怎么可能是老伤？我天，这哥们儿，你觉得这是老伤？这你撞裂的，它当然不会有那种你撞击的痕迹，因为你整个把上面压进去了。你看，这你车牌的痕迹，你的螺丝的痕迹。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新疆的北屯市。其实呢，我们本来的计划是沿着我们国家的边境公路219国道，从那个哈巴河县到白哈巴，再去喀纳斯、波尔津，然后再去富蕴和可可托海，最后呢从哈密那边出疆。这是我们原本的计划但是呢，因为我们这次出来时间比较长嘛，家里有点事儿，我们需要回家一趟。我们本来是计划把车就放在阿勒泰，我们从阿勒泰机场飞回西安，办完事儿再回来，把剩下的那一点旅行走完。但后来想了想，其实我们这趟出来已经按照原计划的路线走了90%到95%了，就剩下后面的那个喀纳斯和富蕴可可托海那一边了。其实那些地方我们在2020年都去过。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了北屯市。北屯市虽然它的全部地域都属于阿勒泰地区，但是北屯是兵团第10师的管辖。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北屯市跟图木舒克很像，就是从那个阿勒泰地区的中间有一个小圈圈，同心圆那种感觉那我们计划明天一大早8点多我们就起床开车，路上就不停留了，因为家里有事儿，我们就一路走高速，大概是3000公里吧，从这里开回我们西安。我们计划走上看情况吧，2天半或者3天，一路不歇，直接高速一路回家。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准备在新疆我们待的最后一个城市吃最后一顿晚饭了吧。今天我们打算去吃一下这边很有名的狗鱼，因为这趟来新疆，我们基本上当地美食都尝遍了，除了阿勒泰地区非常有名的狗鱼，
本来计划是在布尔津去吃的，但是这个行程有变嘛，现在在北屯哈，这里呢也是有很著名的当地人做的那个狗鱼馆子，我们找到一家很有名的，就在前面一点点。我们现在步行走路过去吧。各位准备带着我吃大餐了，吃狗鱼。这个狗鱼我们想了几年了，这5年了吧，得有差不多吧。5年了，上一次来阿勒泰是2017年了。对，这次对，上次是2020年，但那次没吃到。对，这次终于可以吃一下了。哎呀，真的是5年的向往啊，太难了。我们今天很倒霉，其实我们俩之所以想吃顿大餐啊，就想犒劳一下自己。快到北屯的时候，这边哎呀车被人追尾了，太尴尬了，真的是。我们当时离进城哈只有10公里左右了，那边有一个检查站，我们正排队的时候，被一个当地的车咵一下追尾了。对。哎呀，真的很倒霉。其实我们如果在新疆还打算待一段时间的话，倒是不要紧，可以慢慢修。正是因为我们家里有事儿，就准备开高速一路回家了，这个节骨眼上啊，给我们追尾了，很讨厌。但是不是很严重，我们车后面就有一些擦伤吧，因为他那个车前面有个拖车沟，把我们车那块弄了一个小裂缝吧。对，总之回去得维修，差不多就是费用应该不超过1000块钱吧，所以算是轻微事故吧，我们就回家再去维修。他们这边现在处理的结果就是肇事车呢他自己报了保险，那个保险是人保嘛，让我们回到家里之后再找当地的人保去定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发生一点小插曲，本来我们到北屯应该是7点就到了，但现在已经10点多，我们才刚刚到，因为处理那个事情了，去了一趟那个保险公司。对，哎，好麻烦。感觉北屯的城市比别的兵团城市感觉要人多一些啊。因为我跟你说是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对，北屯这个周围基本上都是。当年这块都是茫茫的戈壁滩，什么都没有，不像是我们现在去的奎屯和石河子那几个兵团，他们那块本来就挺繁华的，所以我们到这儿之后，感觉突然就整个大街热闹了起来。对，人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建筑感觉走在这儿跟走在内地城市的步行街一样。是的，你看这名创优品啊，什么匹克啊，还有各种足浴啊，耐克、阿迪，哇，天，真是来到大城市了。北屯这边有多热闹，给大家看一下，前面有个跑车，保时捷的，应该是718什么的。北屯这里哈是兵团的第10师，兵团的地方一般就是汉族人会多一点，所以大家看这边的这种广场的装饰，全是我们的大红灯笼。走到这个地方呢，就觉得它跟新疆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像我们在北疆阿勒泰这边看到很多都是那种苏式、俄式那种建筑哈，尖点的。往南疆去呢，它都是那种伊斯兰风格的建筑，那这边就是跟我们内地完全一样的城市建筑了。真的，还有这边绿化哈，一看就是我们内地城市的绿化的感觉，各种花儿，真是热闹啊！它这个广场也特别像内地城市，大家都是老人带着小孩在这边活动啊、玩啊什么的。狒狒请我吃的烤鱼到了，就这家老吴特色鱼馆。吃狗鱼哈。这家馆子就是不是很大，然后环境也就一般，但是据说味道很好。对，我的外卖来了。今天是我们在新疆待的最后一晚上了。我超喜欢吃新疆的那个米粉啊，就好多人喜欢吃新疆的那个辣炒米粉，但是我不一样，我喜欢吃新疆的拌米粉，拌米粉的味道更清淡一些。这个米粉啊，就是应该是土豆做的，另外里面有点豌豆，这个是鸡肉酱，我要是鸡肉拌米粉，也可以拿牛肉拌。另外就是这个是酸豆角，还有葱，它都没放香菜呢，今天给我。哎呀，太美了！今天晚上我们吃点狗鱼，再吃点米粉儿。这次的新疆之行就即将圆满结束了。我们的鱼已经上来了，这个鱼哈比我想象的贵好多呀，因为这个鱼个头不是很大，但是老板说这个算大号的，这个下来158一个。对。小号的鱼是100块钱，100块钱我估计就这么点儿了。对，我们这是大的才这么点儿大。对，我觉得还是蛮贵的啊，比我们在巴楚吃那个烤鱼可贵了2倍3倍都不止了。是的，我感觉冷水鱼都偏贵哈，这边。但是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因为这个狗鱼哈，其实它是属于那个鲑鱼科，鲑鱼基本上就是冷水鱼嘛。而且狗鱼呢，它分布的区域比较有限，也比较特定，就在这个寒带向温带过渡的区域。
那在我们国家呢，狗鱼主要也分布于新疆的阿勒泰以及东北地区，就是差不多在那个纬度北纬45到50之间那个位置。这个狗鱼哈，烤出来之后感觉挺清淡的啊，这个上面也没有多余的油。老板说呢，这个就是用盐和一些别的调料腌制了一整天，完了就是直接烤就好了。对，烤完之后呢，给了我们3盘蘸料，这个好像是，这个是花椒面儿。花椒粉，这个是辣椒面，另外这一盘就是新疆的孜然，这个超香，哎，太香了，孜然。另外呢，给了我们一把小刀，就让我们把这个鱼自己划开，拿筷子夹着蘸这个料吃。味道不知道怎么样，但说实话，这个量比我想象的少多了，挺少的，感觉挺贵的。对，我老觉得158应该是挺大一条鱼的，所以我们俩也没有点别的哈，就点了一条鱼。我来尝一下啊。哎，为什么那狗鱼叫狗鱼啊？因为这个别的鱼哈，就是我们常见的鱼哈，它那个牙齿基本是看不到的。对，很多鱼就没有牙齿。是。但是这个狗鱼，它的牙齿跟那个狗一样，尖尖的，比较锋利，就这样来的，并不是说它长得像外形像狗啊什么的，就这个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狗鱼的牙在哪里啊？你看，这就是鱼的头部哈。你看啊。看见没？从这个角度去看，对，你看这个牙齿很锋利，好厉害呀！这牙齿，对，好厉害。所以它就是这样子得名的嘛。对，狗牙、犬牙交错的样子。对，我把这个鱼头啊，这个鱼好渣，你看，我想把它拿起来拿不住。对，它这个口腔里两侧全长满了鱼，全长满了牙哈。狗鱼它这个刺多还是刺少？能看到吗？这个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它的牙齿特别的锋利。刺我们一会儿吃的时候我尝一下，感觉冷水鱼好像刺多少一些哈。对，按道理是这样子，但狗鱼我们也没见过啊。它这个扒开真的没有刺儿，而这个吃着有点像那个，感觉像三文鱼那种煎起来之后肉比较紧实。冷水鱼哈。对，紧实，不松软。你看我夹起来一块儿哈，里面就这一根大刺。对。有刺，也是有刺的。蘸点新疆这个料，哇，新疆的孜然绝了，太好吃了，还是不错的。这个味道主要是，没有用太多的调料去腌它，就是盐巴和这个黑胡椒，所以它做出来的味道能尝到鱼的本身的这个肉味儿，很鲜美。哇！但是我还是想感慨一句哈，这个鱼感觉我们俩2口吃完了，158真的有点贵啊。大家不要嘲笑我们，我们毕竟是穷人，吃起来还是略贵了点。我跟狒狒为了吃这顿鱼等了5年。5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布尔津，好心酸。5年前的时候我们没有钱，对，我们现在终于攒够了吃狗鱼的钱。对，刚才吃了一会儿这个鱼哈，我发现我刚才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鱼啊，狗鱼虽然是冷水鱼，但它刺真的挺多的。挺多的。那个细刺，天哪，吃了半天扎了我3、4次。所以呢，这个鱼看着小，我俩吃半天还有这么多。对，你吃太慢了。对，刺太大了，刺太多了，太多了，都是小细刺。我刚开始真的以为没有刺。对，所以大家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吃鱼的话，还是要谨慎点哈。这个刺太多，谨慎点。刺太多吃的很费劲儿哈。对，因为对北方人来说，你吃个肉什么的还挺方便，吃个鱼，哎呀，难为死了都快。其实我认识好多北方的，尤其是男生，他们都不喜欢吃鱼，就是因为刺太麻烦了。对。那北方的男生呢，还是比较粗犷一些，大家都喜欢大块吃肉那种感觉。对，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和狒狒吃完烤鱼了，但是感觉没吃饱，因为那个鱼有点小，所以我们打算在临走之前再吃一吃，多吃一次新疆美食。对，丸子汤。没有吃饱，所以我们又要了一份这个，赶在关门之前啊，12点之前要了一个丸子汤。看，哇，这边香菜。我们给老板说不要紧的，老板可能忘记了。对。把它一点点挑出去，给。哇，新疆的丸子汤，大碗。我们看了那么多次，第一次吃到真实的丸子汤。这个好像是牛肉丸。是吗？里面看有什么啊？有这个鹌鹑蛋，有这叫什么？这豆腐吗？豆腐。啊，面筋。不是啊，冻豆腐，这是粉条。粉条那个是菠菜。这牛肉。挺好的，感觉挺合我胃口的。除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清淡的哈。对，你要不要尝一口？我尝一
点点。这个有那个辣椒油和醋。对。我尝一个丸子啊。哎，我的油塔子没有了是吧？这里面还有这个。对，这个套餐里本身是配油塔子的，但是老板没有了这会儿，所以给我们上的是花卷。一样的，就是主食嘛。对，油塔子油一些，花卷淡一些。这个味道挺香的。我觉得这种汤哈，就这个馒头花卷吃都挺过瘾的哈，蘸一蘸。我们这一趟真的是赶在最后出江之前，把之前没吃过2种小吃吃一遍。吃点吗？吃点花卷，看你没吃饱刚才。我们今天就准备离开新疆了，要在高速上狂奔3000多。对，回家，感觉还挺累的，想起来挺累。然后狒狒今天早上头还比较疼，他昨晚没睡好，有点想吐。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都不一定能开出新疆啊，因为新疆太大了。北屯距离那个我们要出疆的新军峡有1200公里。对，我们今天一天真的不一定能开出新疆。加油吧！新疆也太大了吧！大家早上好啊！我们现在在甘肃的这个柳园服务区。我们昨晚到这儿的时候已经2点了。到这之后，我们还碰到了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之前在新疆若羌和我们一块检阅的岳斌。我们昨天晚上到这儿之后呢，2点多了，他也在等我们，他也是比我们早半小时到的，所以我们昨晚上也没东西吃哈，就吃了泡面，垫码了一下。那今天早上我们在这儿在一起吃个早饭就分开了，我们继续往西安走回家。然后他跟另外一个朋友老李，他们可能在甘肃再玩一玩吧。我们在这儿做一点早饭吃。这是我们买的那个糕点，巴哈利塔城的，把这个分成3份。塔城的糕点特别的硬啊，感觉就是那种里面的料特别的多，所以我们打算在这边吃点这个垫一垫吧，因为今天回家了哈。还有那个馕。对，新疆买的那个小辣皮子馕。对，辣皮子馕就这个。对，狒狒在花卷、馒头什么的。是的。另外，我拿我的小热水器，再给我们和岳斌一人冲一杯粥，对，麦片粥、豆浆什么的。这是我们的岳斌，带我们检阅的朋友。岳斌的账号是什么？岳斌的账号是什么？岳斌爱旅行。对，岳斌爱旅行。太难了这一路啊，姐。太难了。吃这个岳斌，这个新的。这个也是新的。行，都可以。上牙咬。咋样？好吃不？里面的坚果可多了。你是？是了，我俩吃了半口饱。你下次去塔城也可以买点，还有塔城的冰淇淋也特别好吃。它里面芝麻、干果、葡萄干，对，就类似于和切糕似的。昨天晚上穿的羽绒服冷的要命。对。这会儿太阳出来又热的要死。是的。温差也大这边。对。你看它就是这样用的，给它插上之后，它就是一个那种极热型的。然后你看这个，对，水温选成100度，这出来直接就是开水。然后我感觉挺好。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我们刚才在柳园服务区加满了油，和岳斌告别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往家的方向走去。我们现在开的是连沪高速 G30，我看了一下导航啊，这个位置距离宝鸡是1525公里，距离西安是1700几公里。我们今天就不打算在服务区上再休息，我们两个人换着开吧。大概现在10点半嘛，导航说预计在凌晨的2点到宝鸡。我们今天就不回西安了，我们在宝鸡爸妈家休息了。今天应该是我们这次出来最后一个白天了啊。我们在路上就不耽搁时间了，直接一路开回家。刚才分别之前呢，岳斌给了我们2盒这是哈密瓜，新疆带出来的。我们现在就出发了，文涛先开到12点半，你开2小时换我，好吧？
出发啦！我们下次再见，就是西安了，拜拜。